你好，本节课我们讲数字货币。区块链是一门现代而潮流的技术，密码学是一门古老而神秘的学问。区块链的技术原理是怎么样的？密码学就是加密的学问吗？它是怎样在区块链中大放异彩的呢？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以区块链在数字货币中的应用为主线，为你讲述密码学的技术原理和密码学在区块链中的运用。尽管现如今区块链在数字货币之外的其他很多场景中也得到应用，但区块链确实脱胎于数字货币，它生来就是为数字货币服务的。另一方面，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机制又依赖于数字货币的激励，所以可以说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在某种程度上互相依存。要搞清楚什么是区块链，我们需要从数字货币开始讲起。只要你不是原始人，你一定听说过比特币。作为全球第一大数字货币，它是怎么来的呢？2008年11月1日，也就是小光棍节，中本聪发布了比特币白皮书。这个白皮书当时只是好多种数字货币方案中的一种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2个月后，中本聪发布了自己开发的比特币客户端，通过挖矿生成了比特币区块链的第一个块，并由此获得了50个比特币的奖励。1年后，中本聪向另一个人的账户转账了10个比特币，从而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不依赖于信任中心的转账。又是1年多后，这一天被称为比特币披萨日，因为这个人他花了1万个比特币买了2个披萨。这标志着已经有人开始把比特币作为货币来流通了。既然比特币具备了货币流通的基本功能，那么它就会和其他法定货币之间产生汇率，于是很快出现了比特币交易所。到2011年2月份的时候，1比特币已经和1美元等价。2个月后，中本聪宣布离开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，1比特币的报价首次突破了2万美元。到我们的课程制作的时候，1比特币的报价又跌破了4000美元。听完关于比特币的重要历史时刻的介绍，你可能已经冒出了很多问题，比如中本聪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一个大活人怎么就说消失就消失了呢？那为什么又要有人研究数字货币呢？数字货币和区块链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中本聪何许人也？这需要从密码朋克说起。密码朋克也就是 Cypherpunk， 他们致力于用密码学、匿名邮件转发系统、数字签名和电子货币来保障个人的隐私。中本聪正是使用匿名邮件转发系统，在2008年发布了这个著名的帖子。在这个帖子中，他提及，我正在开发一种新的电子货币系统，采用完全点对点的形式，而且无需受信第三方的介入。这个电子货币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比特币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行文中不停地变换语言习惯，避免被别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，完全可以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。尽管外界对他的身份有很多猜测，也不乏自称中本聪的人，但中本聪究竟何许人也，依然是一个谜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人要研究货币数字化呢？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支付更加便捷。从远古的贝壳到古代的黄金、白银和近代的银票、钞票，再到现代的支付宝、微信钱包等等，货币的形态的演变都是为了支付越来越便捷。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去除对中心节点的依赖。如果仅仅是为了便捷的话，现如今的支付宝、微信钱包等支付平台已经将货币数字化做得足够好了。很多人研究货币数字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为了去除对中心节点的依赖。例如，法定货币就依赖于银行，而支付宝就依赖于阿里巴巴，
微信钱包则依赖于腾讯，所以有很多人试图建立一种无中心节点的货币。密码朋克的成员就不乏这类人，而中本聪则是他们中的佼佼者。那怎样把货币数字化呢？最朴素的想法当然就是把钞票变成数字，谁拥有这个数字就代表谁拥有这些钞票。只要稍微考虑一下支付场景，你就知道这个想法行不通。比如我找你买一杯咖啡，我把代表钞票的一串数字发送给你，你把咖啡给了我，但是我把这串数字发给你了，并不代表我就不知道这个数字了，我还是拥有这个数字的副本的。之后我还可以把这串数字发给另一个人去买一个面包，这就是著名的双花问题 double spending， 把一份钱花2遍。怎么解决双花问题呢？我们来听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能够进一步揭示货币的本质。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石壁之岛的故事。太平洋上有个岛叫雅浦岛，这个岛上有一群土著居民，距离这个岛400英里之外有另一个岛叫帕劳岛。帕劳岛岛上有一些石灰岩，这些土著居民就用这些石灰岩作为货币。这和我们古时候用贝壳作为货币是一个道理，用石头作为货币也没有什么新奇。新奇的是，这些石头当然会有大有小，当石头太大时不便运输，他们就约定收款方不用把大石头从付款方搬回自己家里，而是在这些大石头上把这笔交易记录下来并公示。当得到大部分居民公认之后，这笔交易就生效了。这样一来，可能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，可能某个穷光蛋的家里有很多石头，而一个土豪的家里却一块石头也没有。因为穷光蛋家里的石头记满了账，都是付款给别人的，而土豪家里有很多账的记录是在别人的石头上的。更神奇的还不止如此，岛上的首富并不是因为有很多账记录在别人家里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祖上曾经千辛万苦跑到400英里之外的帕劳岛上去开采石灰岩。当时他们挖到了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，但是很可惜，在运回雅浦岛的途中掉到海里去了。虽然掉到海里了，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见证了他们开采了这么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，所以大家都公认他们家拥有这块石头，于是他们家就成了岛上的首富了。你可能要问，他们家里没有这块大石头，那他们家给别人付款时账记在哪里呢？很简单，记在大家的心里。只要这些账得到了岛上居民大部分人的认可，就算是有效的。我们可以得到这样2点启示：第一，货币数字化未必要对货币本身数字化，而应当是对交易数字化。你看，岛上居民交易时未必真的要交换石头，只要交易记账生效即可。第二，交易记账只要得到大部分人认可，并由部分人记录下来即可生效，而不需要依赖某个信任中心来统一记账。由此可见，无中心货币数字化的切入点在于交易数字化和记账去中心化。那么怎样对交易数字化呢？咱们来看看交易应当包含哪些内容。其实所谓交易，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支票或者说转账单。比如说，支票上最重要的信息有收款方账户、付款方账户、金额和签名。所以归结起来，交易数字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账户数字化、金额数字化和签名数字化。其中，账户在中心化数字货币中，由中心节点，也就是银行，按照某种规则为用户编码，它的作用是唯一标识，只要保证唯一性就可以。金额的作用是区别资金数量，用整数或有理数表示即可。签名在中心化数字货币中常用口令、指纹、签字等方式实现，它的作用是身份认证。可是如果没有中心节点，
该怎么保证账户的唯一性呢？又该怎样实现签名机制来进行身份认证呢？第二，记账去中心化。在中心化数字货币中，可由中心节点，也就是银行，来检查交易是否合法，并承担记账的任务。那么在无中心节点的数字货币中，该由谁来记账呢？如果秉承人人平等自愿的原则，就可能出现两方面的问题。第一，无人记账，因为记账显然要耗费计算和存储资源，所以没有人会做损己利人的事。第二，账本不可信，既然人人可以记账，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故意记错账或篡改被别人记过的账，这样分布式账本当然是不可信的。所以在没有中心节点的情况下，该设计怎样的机制才能既有人记账，又让账本可信呢？这正是我们这门课要解决的问题。在本堂课中，我们了解了为什么要研究货币数字化，也就是为了便捷和去除对中心节点的依赖，还了解了货币数字化所需解决的问题，也就是账户数字化、签名数字化和记账去中心化。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的钥匙就是区块链。再看这些问题，它们所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，实际上分别是唯一性问题、身份认证问题和分布式数据的完整性保护问题。密码学则是解决这些本质问题的强有力工具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区块链中的密码学。本节课就到这里，谢谢。